将你的 iPhone 或者是安卓手机当成无线的美肌相机，在 OBS 上面直播，好处就是没有受到那条线的拘束。你走过程中啊，你就可以带着你的手机，这样走来走去的这样拍你的货物啊，拍你的货品啊。如何啊，在我们做直播的时候采用美肌的相机啊？我之前有介绍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机，不管是 iPhone 或者是安卓都可以。我们只要下载一个 APP 叫做无他相机，这个无他，然后呢，你去点这边有一个叫做直播助手，点进去，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录屏直播，立即刻使用。然后你只要付完钱啊，这些浮水印就会消失掉了。我们来付个钱吧。订阅，好，付完款之后呢，就可以消除掉那些浮水印啊那些的，好，你看就变干净了嘛。然后你这边可以调整这些参数啊，这些什么美颜啊，什么那个化妆啊、口红这些的，好，你把它调好之后呢，最后啊，你再把这边按键给按下去，这时候啊，你的 iPhone 就成一个美肌的这个相机了。那这时候要怎么将你的美肌相机连接到你的电脑的这个 OBS 呢？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我啊先将你的 iPhone 变成一个 HDMI 的输出，我们先连接电视看看吧，会长怎样子。所以我就介绍了我们公司有一款盒叫做这个手机直视全萤幕的投影器，我们把它接进去看看会长怎样子。把这个东西连接到这个电视的 HDMI， 连接电源，然后呢这边 Lightning 啊就用 Lightning 的充电线把它连接到这一个盒子的这个地方 ，USB in 的地方，好，然后把它连接进来。这时候啊，你的手机啊就可以成功投影到你的电视。我们这一款投影机比较厉害的地方，是因为它可以呈现全萤幕的。如果你用别人家的，或是用 Apple 原厂的，它会呈现的是这样子。这样子有什么不好？因为啊，我们等一下把这个画面丢到电脑 OBS 的时候，我们势必要砍掉这个左右黑边的画面，这个浪费掉了。这边是1920、1080，我真正能够用到的就只有这一块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推荐我们公司的这个手机直视全萤幕的投影器，它可以全萤幕的投影，这样子。这时候你这样的画面完完整整的拿到电脑 OBS 使用，是会最好的。那我们之前在台湾介绍的时候，我们都是采用有线的方式，因为碍于这个 NCC 的法令的因素啊 ，NCC 规定说 WiFi 啊一定要过认证啊，你认证一次就要花个几百万，那我这东西才赚个几毛钱而已，我会花个几百万，不划算嘛。所以我们当初的策略就是说，这一款我们虽然有 WiFi 在里面，但是我在台湾出货的时候，我会把 WiFi 给断掉，然后我在国外卖的时候呢，我会把 WiFi 开放出来。那后来有一天呢，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在想说要怎么解决这个 WiFi 的问题，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干脆我就把这个 WiFi 给断掉了，然后呢，我外挂一个 USB 的 WiFi 的这个网路卡，我只要把它连接进来之后，就有 WiFi 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直接用我内建的 WiFi？就是因为法令的因素嘛。这个小东西啊，它有过认证嘛，80块、100块就买得到，有过认证。我有过认证的东西连接到我这个没有 WiFi 的东西，整体是有 WiFi 的。我有打电话去问 NCC 说这样是可行的。反正呢，你只要确记说你这一个 USB WiFi 的这一个网路卡是有符合国家规定的 NCC 规定的，就可以使用了。这样子是合法的，因为 WiFi 是这个黑色的这个地方发射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影片啊，就要告诉大家说，我们不要用有线的，我们用无线的方式来试试看。虽然我们这个盒子在国外出口的时候是有 WiFi 的功能，但是啊，我在国内我还是要把 WiFi 给关掉。我关掉之后要怎么使用 WiFi 呢？很简单，我就买一个这一个 USB 的 WiFi 的这个网卡，这个是有过认证的。我现在把这个关掉 WiFi， 然后加上这个有认证的，所以我这整体是有过认证的，这样是有过认证的。好，我把它接进来之后，我先接这个电源，然后呢 HDMI 线我们先接电视试看看。我们现在用无线的方式将 iPhone 连接投影器。好，怎么连接呢？很简单，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SSID 这个名字，它这边是有它的密码在这边。好，我们就把你的 iPhone 的控制台打开来，这边 WiFi 就连接这一个地方。好，来，它叫做这个名字，连接进来。
密码就是123456778，就是这个名字123456778。好，连接好了嘛，对不对？连接好之后，我们用我们的手指往上搬，这边有个投影的符号，按下去就给按下去。这时候你的 iPhone 手机啊，就投影到这一个白盒子，就变成这样子。我们这时候再把那个无他相机给打开来，就可以使用了。这样子，有没有？这时候啊，你的 iPhone 啊就变成是一个美机的相机了。我等一下将这个 HDMI 的讯号透过视讯截取卡进入电脑，由 OBS 去做这个直播。至于安卓手机怎么使用，安卓手机的使用比 iPhone 更简单。安卓手机用你手往下滑到设定，这边有一个叫做 Smart View， 这个是指三星手机而言，它叫 Smart View。那你如果是用小米啊或其他，不见得叫这个名字，这个叫做无线投影的意思。那反正啊，你的安卓手机啊有看到无线投影就把它按下去。那比较特别注意的是 ，Google 的手机是没办法使用 Miracast 的，因为 Smart View 啊或者是其他的安卓手机都叫 Miracast 的，只有 Google 手机不用 Miracast 的哦，这点要特别注意。按下去，然后它就会抓到这一个白盒子的名字，这个白盒子叫这个，你就给它按下去，它就自动的投影到这个。哦，有没有看到？哦，这时候啊，安卓手机已经无线投影到电视了。我把无他相机叫出来。好，这边有个叫做直播助手，按下去，录屏直播，立刻使用，切换成我自己，这样子。这边有一点啊，按下去，这时候它就变成是干净的画面了。这时候啊，你的安卓手机啊，就变成了是一个无线的美机的相机。接下来我要在 OBS 上面操作，因为我们现在是将这个手机的画面变成 HDMI 连接电视嘛，我要怎么进入到电脑的 OBS？ 我要采用的是这一款 Fable 179 Plus 的 HDMI 截取卡，我要同时啊在电脑 OBS 使用，也要在这个电视显示画面。我们现在已经将安卓手机变成美机相机，用无线的方式连接到电视了嘛？哦，这个 HDMI 是连接电视。好，那我现在啊要怎么连接到电脑 OBS？ 我现在准备的是 Fable 179 Plus 的 HDMI 截取卡。这 HDMI 截取卡有一个叫 HDMI In 跟 HDMI Out。Out 的话，我就接我的电视就可以了。我把这个 USB 啊先接到你的电脑，这一条线本来是接电视嘛，我把它拔掉。我把它接到这个盒子的 out， 就是还出。你看这个 in 哦，我就接到我这个盒子的这个 HDMI 的接口，这样子接进来。这时候你会先看到电视应该会有画面，哦，还出了嘛。我们就要进到这个 OBS 去做一个设定。OBS 软体长这样子。等一下，我要把这个电视的画面塞到这 OBS。但是这个 OBS 的画面是竖屏的，也就是说啊，这个电视啊是要转90度的那种概念，也就是电视转90度的这样的一个画面要塞到你的电脑的 OBS 上面去。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16:9，这个是横式的，不对，我们要设定成9:16，你就到这边后面去设定吧，这边有影像的地方，你先设定成1080乘1920，下面也一样，反正啊，你看到后台的解析度啊，全部都要一致，这样才行。好，你这边可以设定成30帧都没有关系，套用确认，你看吧，这边的画面就已经设定成，这边是9，这边是16，是竖屏的模式。我们把这个影像给塞进去。这个画面叫做视讯截取装置，这个场景叫做视讯截取装置。这边这个啊，就是要去抓你的这个截取卡，这样子抓到这个4K 截取卡这一支，抓到了。好，经过这样设定之后啊，你看这个截取卡画面已经抓到这个横式的画面了，但是这个画面跟电视的画面是不一样的。电视是真真实实我要呈现出来的，它还是横的啊，所以我等一下在 OBS 上面这样子转90度，
啊，怎么转90度？这边有一个滑鼠右键，有一个叫做变形，是逆时钟90度这样子。哦，这样子，这样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的这个画面这边有点左右黑边的话，你可以用你的滑鼠去往这边来拉大。反正你这边的区域一定要呈现没有黑边就对了。好，那我再稍微拉大一点点这样子。所以你看哦，现在这个安卓变成无线的，投影到电视，还有这个 OBS 没有问题的，好吧？那我们现在换成 iPhone 吧。这怎么换成 iPhone？ 很简单，你只要往下滑，这个投影的地方把它按掉，就结束投影了。好，这时候我们就换成 iPhone 手机。iPhone 的话要先连接它的无线嘛，这边要跳成无线的。好，有没有看到这个按下去，这个名字就是电视的这个名字，密码也是一样，就这边，我刚才打过了，在这边。好，连接完了，打勾勾了。我们再用我们的手指往上拉，这边有一个投影，按下去，这时候它就成功投影到你的电视了，还有你的 OBS 了，有没有？哦，成功了。一样的道理，再把那个无他给打开来，这是无他，这样子，哦，这样子。这个手机啊，现在是越做越长，越做越长的话，它的旁边就会补黑边，就是这边会补黑边。这没办法，这是物理现象。因为早期的手机都是16:9，我这支是16:9的手机，所以它刚刚好是可以满框。但是你用的什么 iPhone X 以后，这边会补黑边，所以这时候怎么办？你就用你的滑鼠往旁边这样拉大一点点，这样子拉大一点点。好，我模拟一下，就这样子。反正你就是这一个区域一定要有画面，不要有黑边，你就把它稍微拉大一点点。好，我们现在开始做脸书的直播设定吧。刚刚我们设定的是竖屏的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要设定其他的参数，按设定的地方。我们刚才是按的这个影像的地方，1080×1920，我们可以用30帧就可以了。那输出的地方请你要用进阶，然后这边有串流，这边用这个 NVIDIA 的这个地方，然后这边选1080×1920，反正后台一定都要一模一样。然后这个位元率你可以选5000、6000，但是我这边网络不好，我就选2000。哦，家里有网络好的话就选高一点，这样子。那么我们在直播机器的时候，你就用有线吧，能够让它稳定就让它稳定啦。我们把它接起来。我先用我的个人直播试看看，因为我的粉专没有到1000人，所以没办法直播。这边开始直播，按下去。反正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金钥给找到哦，把这个有看到个金钥，那你这边开个进阶设定，有一个叫做 RTMP， 你先 copy RTMP 吧，到你的 OBS 这边，然后按设定这边，然后串流这边，我选自定，然后把它贴上去。好，第二串呢，我就贴我的金钥，这边有金钥，把 copy 下来，再贴上来。贴到这边，然后就套用确认，最后我就可以开始直播了。不对，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只有加影像，我没有加声音，这个很容易忽略哦。你就加声音，截取音效输入，声音我就用我的笔电的声音来收音，这样子哦，这比较适合拍卖直播，因为这个笔电的声音它是这个环场的，那就会比较热闹一点它没办法集中，那也是它的优点是缺点。以拍卖直播来说的话，这样是会热闹一点。好，我就是抓这个笔电的麦克风，笔电的麦克风通常是 Realtek 的，全世界的这个 Audio 的 IC 大概都是被那个 Realtek 给独占了，所以选这个，确认。也不要这样就直接开始直播了，因为通常我们的声音会比较快一点，所以我们让它慢一点，慢个100 ms， 打正100，正100这样子，这样子 ，OK， 套用好啦，我们都检查过了，我们就直接开始按直播了。直播你们看到这边灯是绿色的灯，有绿色的灯表示说你的这个网络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然后现在 CPU 是使用是3点多，是 OK 的。请你注意，你的 CPU 不能超过15%以上，不然的话，你的电脑
做出来的直播会非常的烂。好，我们再回到这个Facebook 这边，出来了吧？哈。好，这边我不要选公开，我就选我自己。储存，好啦，储存完之后，最后这边要按这个哦，按直播就可以了。按直播，那就开始直播了。现在啊，我已经开始做这个脸书的直播了。我用我另外一只手机来看我脸书直播的过程，打开来。手机来看我实际直播的过程，这样子。我用我实际直播用脸书，那你们大家仔细看看直播的过程。将你的 iPhone 或者是安卓手机当成无线的美肌相机，在 OBS 上面直播，好处就是没有受到那条线的拘束。你走过程中你就可以带着你的手机，这样走来走去的这样拍你的货物拍你的货品还有拍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你没有受到那条线的拘束，你就可以做到蛮多的应用。但是这还是有风险的。你在这一个环境之中，你的 WiFi 要干净，不能太多。不然的话，这只手机跟我这个转换器的无线的连接也会被干扰到。干扰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这个 OBS 这个显示这一端它会卡顿哦，这样表示说你被干扰。这时候你还是要回到有线的方式来连接。那如果你的环境的无线连接是允许的话，当然可以用无线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的方便的。